主理天文，日理金星，关于宇宙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学到了如何将原本比较长的篇目，然后拉回到7分钟之内，并且可以完整展现，然后还有一些爆点跟大家比较不一样。期待明年还有这个活动，然后学弟妹也可以参加，可以比我们更好。画出宇宙奥秘，绘制浩瀚星空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吕耀宇，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新闻画。今天邀请到3位来宾来为我们讲解。第一位是维度蜘蛛厂厂长魏佑安魏厂长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第二位则是18金山天文台台长陈宇佑陈台长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第3位则是房间很乱的黄教授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OK。说到这里，大家相信对我们今天的主题都有一定的了解了。没错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宇宙，更准确的说，是关于宇宙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感谢天下文化赞助。OK，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，有请魏佑安魏厂长为我们讲解。许多影视作品和游戏中都曾出现以维度作为题材现象。那么魏佑安魏厂长，维度究竟是什么呢？你说的没错。我们常在游戏或者电影里面听到维度这个词，而维度呢，像是在 Minecraft 里面有地狱跟中界2个不同的维度，而我们可以透过传送门在2个不同的维度间穿梭。但话说回来，在科学与数学上，维度代表的更是一种物体运动的方向。一维的话，则是物体会在一个线在点上运动，点在线上运动；二维则是一个平面；3维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空间。那如果我们再拉出一条独立于3维空间的线，那我们就进入到了4维空间。那这时候就会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我没有感受到4维的存在呢？或许是4维空间里面的资讯对我们人类目前是没有帮助的，就像是我们不会说，我现在手掌正被暗物质和微中子穿过一样。但是呢，科学家仍然推测4维空间是存在的，并且我们利用数学以及粒子对撞机去实现这个观点。而我们也可以拿另外一个模式来解说。就是如果粒子在其他的维度间运动的话，那就会产生额外的质量以及能量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重力在4大基础力中是属于相对弱的，因为它可能分散在其他不同的维度之间。虽然我们目前对维度的了解是极为有限的，但是在我们已经了解的基础上，我们已经做出了许多不同的科幻创作，例如星际效应以及三体，让我们对高维度的世界展开了更多的想象。虽然我们目前的认知基础非常有限，但是这正是探索宇宙的奥秘以及魅力，因为宇宙还有许多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。原来如此，感谢魏厂长的讲解。那么来到第2个问题，众所周知，宇宙是正在膨胀的。那么当一束光行进在宇宙当中的时候，如果宇宙同时正在膨胀，那这束光究竟会不会影响到光的行进呢？光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量，广泛存在于各个学科之中。如果光速可能会被改变，那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都将付之一炬。这个问题，我们有请陈宇佑陈台长为我们讲解。宇宙的膨胀究竟会不会影响光速呢？是主持人，相信大家都会出现这样子的疑问哦。因为宇宙膨胀速度呢是光速的3倍啊，难道光会因为宇宙而停留在原地，甚至倒退吗？好，目前学界认为呢，光在空间中传递，宇宙膨胀的情况下呢，光就会随之拉长。那光还是照着光速移动，它不会受到空间的膨胀这个系统所影响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没办法证明说光它会因为宇宙膨胀而改变速度。可是呢，在这个状况下，又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发生了。好，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它会导致光走得比平常还要久。说起来有点抽象啦，你可以想象成米奇的逐格动画。没错。好，画上逐格动画笔记本呢，如果慢慢播的话，那就会像是影片所陈述的这样子，这就是天文界所著名的光线老化效应。那早在100年前呢，我最喜欢的科学家哈勃，他就透过观察宇宙遥远星体的红移现象，证实了这项假说。
这就代表我们所观察到宇宙它的时间流逝其实并不相同。虽然呢，这个只是视觉上的效果啦，不过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对，确实，谢谢陈宇佑陈台长为我们讲解。那说到刚刚宇宙是在膨胀的，那这个膨胀究竟有没有一个极限存在？更准确的说，宇宙有没有存在一个尽头呢？还是宇宙就会这样子无止境的膨胀下去？这个问题，我们有请房间很乱的黄教授为我们讲解。宇宙的尽头究竟是什么呢？好的，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宇宙的结局。那宇宙的结局将会牵扯到熵增这个概念，而什么是熵呢？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字，熵从火字部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应该是一个跟火有关的熵数。那它是什么的熵数呢？它是热量除以温度的熵数，也代表着一个系统中不能做功的能量总数，也代表一个孤立系统中失序混乱的程度。那我们现在人类现今对熵的了解就是熵会随着时间增加，而所谓的熵增就是宇宙的结局。那也就是代表说它会把最后会将系统中所有的能量都转化为熵，也就是所谓的热极。这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这个物理加化学考起来不超过60分的人也理解呢？好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书中的一张图。好，这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平凡高中生的房间，它十分的混乱。那如果此时我们可以将这个混乱视为熵，那如果你不整理它，它就会越来越乱。那如果此时妈妈来教你整理房间，你可以回答她，这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，但是这可能也是另类的熵身上的熵。说了这么，所以那有没有什么更实际的例子呢？或者说，宇宙这个尽头，宇宙这个熵的走向，一定是单方向的吗？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逆流呢？目前没有。不过，早在19世纪，著名的物理学家马克士威就提出一个假想，作为一个与熵拮抗的存在，使无序的状态再次变回有序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类永动机。这个假想最后被诙谐地称之为马克士威的妖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感谢黄耀泽黄教授的讲解。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台上只有3位来宾，所以很明显，你们都是错误的，你们根本就没有讲到宇宙真正的道理啊！人类在宇宙中根本就是最孤独的孤儿吧？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甚至没有拿到外星人送来的生日卡片，他们不存在吗？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拿到它呢？我们根本不知道。1977年，人马座出现了72秒的奇怪讯号，但是美国的科学家却只写了一个哇，然后就没有下文了。或许我们就这样错失了与外星友好交流的机会。生命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，目前我们仍然只理解冰山一角，但是我们要确定生命确实存在，因为我们是最好的证据。出现了一点突发状况，但没有问题。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，相信各位都对宇宙有个更深的了解了。但就如同本书的书名所说，关于宇宙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虽然如此，听起来很绝望吗？但不，希望人类以不放弃的精神，继续向着浩瀚无垠的太空探索。新闻画，我们有缘再见，谢谢大家。